看看这个偷东西的女贼。啊，偷东西啊！好在当初我没让她进我们范家，要不然丢的可不只是一只玉镯了。我没有偷，我没有偷他们的手镯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哪个小偷会承认自己偷东西？哪个小偷不说自己是冤枉的？我没有偷，我真的没有偷。你还敢狡辩？你们也不是谁哭你还哭人家东西都拽了？怎么了？起来呀，饶小梅！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儿，还在这儿给我装可怜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装可怜的骗术不管用了。大伙快看看啊，认清他的样子。姑娘，你怎么能偷东西呢？哎呀，这么做可太不对了呀！饶小梅，我让你在范县没法待下去。住手！这就不对了啊！是正大人，大人，郑大人，哪大人来了？大人来了，大人。小梅，我可怜的孩子，没事吧？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是我这儿给您抓了一个偷东西的女贼，证据在这儿，交给您来处置。大人，我没有偷范家的东西，是子阳送我的。好吧，先回县衙，有什么话到县衙再说吧。之所以选在这儿问案，没有升堂，是因为大家都是范县人，做事总得留有余地。范夫人，你先说说吧。大人，这个断掌妖女偷我范家的传家之宝，物证在这儿，我只能交给您处置了。饶小梅，大人，我没有偷范家的手镯，那个手镯是范子阳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范夫人，你听见了吗？他说这个镯子是你们家公子给他的，你有没有问过你们家公子？大人，这事儿还用问吗？我们堂堂范家，定亲总要门当户对吧？我们范家的少爷不经我的允许会私送定情信物，这不可能。回答我的话，你问过他没有？我没问。范夫人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连问都没问，不明就里，无凭无据，你就把人家饶小梅绑起来，游街示众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！大人，范夫人，你也是个女人，你为什么这么刁难小梅？要是问出是你儿子送给小梅的这个镯子，看你怎么收场。我当然问了。他怎么说？我儿子阳说了，他没有给你任何定情信物。不可能，你撒谎！子阳他不可能这么说。好，好，这好办了。来人，在，去趟范家，把范子阳给我带来。是。大人，范子阳带到。参见大人。范子阳，你娘说饶小梅偷了你们家的传家之宝，就是这个镯子。饶小梅说这个镯子是你送她的定情信物。你娘又说，问过你，你不知道这个事儿。现在你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这事儿说清楚，你到底有没有送过饶小梅这个镯子？我没有。子阳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范子阳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给我想清楚了再回答。你这句话，
关乎着饶小梅的清白。你到底有没有送过饶小梅镯子？我没有送过她东西。大人，这不都清楚了吗？我儿子已经说了，这人证物证都在这儿了。这个断掌妖女就是个女贼。大人，现在您看应该怎么处置呢？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我饶小梅无话可说。对，我是那个贼，我饶小梅昏了头，瞎了眼，一时鬼迷心窍偷了范家的手镯。大人，您不用顾及任何情面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现在您就是把我押入大牢，开刀问斩，我饶小梅心服口服。好，好，这倒简单了啊！来人，在。犯人饶小梅偷窃他人财产，按大清律暂且收监，择日开堂审理。若确有此事，依法处置。小少爷，带出去。是。你们，慢着！娘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追究此事吗？为什么一定要置人于死地，你才善罢甘休啊？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，我置人于死地。这个断掌妖女，这是她应得的报应，她应该得到的惩罚。娘，子阳，娘，子阳，子阳，你执意如此，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。娘，到此为止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你真够窝囊的！饶小梅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这事就算了。小梅啊，今天的事你受委屈了，我们大家都挺关心你的。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
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冤枉，我就憋着一股劲儿，就是想给你出这口气。但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。我不知道范子阳和你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但是我很清楚，情这个字实在是太伤人了。你要是心里难受，你就哭出来，哭出来就好多了。我也不进去了，我就在门口坐一会儿，陪陪你。哭吧。小梅，这只竹蚂蚱是我亲手做的，它会替我保护你。给，保护我。快点来啊！来啊！别跑啊！别跑啊！别跑！小梅，这是《弟子规》，你要好好背。等这章背完了，我再抄下一章给你。你教我背吧。圣人训，圣人训，首孝孝悌，次谨信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小梅，送你样东西。哇，好漂亮的珠花啊！喜欢吗？帮你戴上。好看不好看？真漂亮。饶小梅，从今以后，我把你定下来。那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就一个珠花就把我定下来？那就先定下你的笑容。从今以后，你只许对我一个人笑。好啊。
饶小梅，你要争气。从今以后，范子阳不再是你的回忆。以后，你要一个人好好的活着。世间处处可怜情，冷雨凄风作怨声。此调再传黄壤去，痴魂何日出愁城？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哦，娘，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去看小梅呀？我们的小梅昨天晚上肯定一夜没睡好啊！嗨，您就别为她操心了。我想，她大哭一场之后，一定会是一个新的小梅。大人，飞姑，早上好啊！早，飞姑，小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睡了一觉，现在好得很。我是说，你昨天被折磨成那个样子，今天脸都尖了，我们很心疼你。不要担心我了，飞姑，我真的没事儿了。大人，啊，谢谢您的诗。喜欢就好。好了，你们先聊，我到街上走走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哎，小梅，你别逞强。昨天你在外面游街，我怕老百姓对你产生误会，不要去，不要去呀！我不怕，我现在越是躲着，就说明范夫人说的话都是真的。不管别人怎么伤害我，只要我饶小梅自己不接受，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好，说得太好，有志气。走。放心吧。郑大人，好，早，郑大人。哎，郑大人，早啊！啊，早。小梅姑娘，早上好啊！早上好，李大哥。小梅姑娘气色真好啊。其实昨天那事儿吧，我早想说了，这个范夫人真是太坏了。是，都过去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住手！大人，刚抓到一对伤风败俗的狗男女，这是个花官司，您倒是给断断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大人，小的姓谢，名昌吉。回大人，贫尼庙会。兰兰，小梅，兰兰，你怎么出家了？你们认识？兰兰是我小时候最好的姐妹，我们俩同病相怜，从小就都没了娘，经常被人家欺负。小梅，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你还记得我？我当然记得你了。你也真是的，你跟你爹搬走了以后就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怎么就出家了呀？行了，别在这家长里短，别在这聊了，别以为在这打打岔就能把这事儿给蒙混过去。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的可是事实。好吧，既然你们不说话，那就跟我回县衙，把事情弄清楚再说。对呀，郑大人说的对。大人，您今天必须得好好审审他们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这太不要脸了。行了，现在没那么多人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说说吧。回禀大人，小的谢昌吉，今年21岁，4岁没了爹，娘又改了嫁，是在好心的、善良邻居的接济下，才这么活了过来。后来，11岁遇见兰兰，也就是出家前的庙会师傅。接着说。是大人，兰兰随他爹搬来，可他从没有因为我是孤儿就小瞧我，还总是给我带些好吃的。时间久了，我跟兰兰就11岁那年你们就认识了？那你们俩岂不是两小无猜，日久生情？这如今兰兰怎么出家了呢？回大人，毗尼庙会，俗名兰兰，今年19岁。从小我娘就死了，我爹独自将我拉扯长大，一心想为我寻个好人家，不想让我嫁给孑然一身的谢昌吉。可是我俩早已两情相悦，互许终身了。我原想带兰兰一走了之，可兰兰舍不下他爹一人，只好作罢。去年，有人提着大把银两向兰兰他爹提亲，兰兰不肯，他爹一气之下就给兰兰2条路走，一是嫁给那人，二是出家为尼。除了昌吉，我不愿意再另嫁他人，只有出家为尼，以此明志。没想到我爹被我气得一病不起。半个月前，我从大悲庵赶回家时，他已撒手人寰。我因为兰兰出家为尼，发誓终身不娶。可得知兰兰为他爹办理后事回村时，小的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。还挺会找机会的。大人，我2人原就互许终身了，只是造化弄人。得了吧你，什么造化弄人啊！哎，出家人就该讲个6根清净啊！既然身为佛门中人，还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还想得到大人的原谅，哎，张柱，这感情是2个人的事情，轮得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的吗？大人在这坐着，还什么话都没说呢，你就把嘴闭上吧。嗨，我说错什么了？我既然身为范县的老百姓，我就该弘扬正气，我就该说话啊！像这么对伤风败俗的狗男女，那就该拉出去投河。大人，我和谢昌吉乃真心相爱，无怨无悔。真心相爱，无怨无悔。可你现在毕竟是出家之人呢。是啊，大人，您绝对不能姑息这对狗男女啊！哎，这个事儿啊，如果要是传到外地去，那还不把咱范县人的脸丢尽了？大人，您一定要严惩不贷呀！冥界对一个女人是何等重要，我一定不能让兰兰背上这个罪名。郑大人，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娶兰兰的打算，之前对她所说的话，只不过是花前月下的一时意乱情迷。我只想与她来段鸳鸯露水。兰兰，这事都怪我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大人，我发誓，我以后不再见兰兰了。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明明事情就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对我不是真心的话，你就不会为我去杀。大人，他对我是真心的。这些都是我的错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昌吉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。这都是我的错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好了，行了，这都是我的错，啊，都是我的错。是我这个县令没当好啊，咱们这范县出了这么个伤风败俗的事，这传出去，这确实不好听啊。对，张柱，哎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抓起来呀！哦，抓起来。那要不抓起来呢？大人，我这也是为了咱们范县好，不是？对，为范县好。我看我要不把他俩抓起来，你不算完。抓！你们2个伤风败俗，押入大牢，择日审理。好，押入大牢。看你们这对狗男女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？大人英明啊！来，喝，大哥啊！嘿，这位大哥，小梅小姐啊，我来给他们俩送饭。不好意思啊，例行公事，要检查一下。那肯定的。嚯，这是给那个破戒的尼姑吃的吗？真是太好了。嘿，大哥，要不咱俩出家得了？出家多好啊！这位大哥，你这说什么话呀？她一个姑娘家，被
被张柱这样的人拉出来当众羞辱，就已经够可怜的了，又得知多年的感情是被人家给骗了，我怕他想不开，我去送点饭菜来安慰一下他。真的只有饭菜？嗯。哎，这一碗怎么装的只是杂粮啊？还就这么一小块腌瓜？这是给那个负心汉的。好了，进去吧，小梅。嗯，谢了。你为什么要撒谎？明明事情就不是这样的。那日我去溪边打水，不小心坠入水里，如果不是你不顾生死跳水相救，恐怕我现在早已命丧黄泉。你那日的行为绝对不是装出来的。你想多了。那我那日病得很重，不能到溪边打水，你默默替我把水挑到大备岸。若你只是玩弄我的感情，又怎会为我做那些事情？兰兰，我告诉你，我谢长吉接近你只是为了一琴芳泽，反正我就是个坏人。你要牢牢记住，所有的坏事都是我谢长吉一个人干的，你就是被我玩弄了感情，你是个无辜的受害者。长吉，如果有错，也是咱俩的错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扛。我真的只是玩弄了你的感情而已，你究竟想扛些什么啊？如果你对我的感情不是真的，那你又怎会为我去杀了那个人？哟，小少爷，你怎么能干这个啊？我干，来来来，我干，快给我！别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您看看，这菜长得多好啊！好，再过2天啊，咱们就能吃上新鲜菜了。那是。哎，娘，上集市上买什么好吃的了？买了好多肉水果，我都买回来了。哎呦，真开心呢，今天。有什么开心事啊？又买着便宜货了？不是。我跟咱乡亲们聊天去了，我就问他们呐，哎，你说现在衙门里的官差怎么样啊？凶不凶啊？对你们怎么样啊？你猜他们说什么？怎么说？他们说我们都忘了以前的苦日子啦。什么苦日子？是啊，我也这么问呐，什么苦日子啊？他们说以前的官差呀，他们下乡的时候啊，杀猪宰羊招待还不行。交了税银还要零花钱，如果你不听他的，他们就随便给你定个罪名，关进大牢里。现在的官可太好了，百姓们都忘了以前的苦日子了。他们说有你这样的官啊，他们特别的踏实，特别的开心。瞧您，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大人，小梅啊，那个案子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刚才听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？兰兰说，谢长吉为他杀了一个人。啊！参见大人。你们2个起来说话。谢大人。庙会，谢昌吉。我怀疑你们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没有说。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如果你们还是隐瞒的话，日后查出来，一定重罚。大人问话，还不快回答？大人，我们的确有事情相瞒。我父亲没过世多久，有个叫马坤的流氓，趁我在溪边打水的时候，要轻薄我。
哎呦，小师傅，你一个人打水，我来帮你啊！小师傅，吓成这样，我好心疼啊！你别过来！人生如苦海，我马坤正需要你这么娇小的小师傅带我脱离苦海呢。师叔，你别过来！来吧，小师傅，来吧！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你给我走开！哎呦！你这个畜生，离他远一点！他娘的，哪来的臭小子，敢坏你马爷的好事儿？嘿，原来这小尼姑跟你好上了。今天你马爷就替天行道，教训教训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你别打了，正熙！正熙！别打了！长吉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他死了吗？他死了，死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要不趁现在把他给埋了吧？埋了。有人来了。我们俩不能被人发现，赶快走。好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认真彻查。来福，在，通知姚三，把马坤的尸首找来。是大人。快跟上！哎。这应该就是谢长吉说的地方。来人，在，清理石块。是，清理石块。哎，你小子不赶紧帮着搬石头，在这干嘛？头儿，这苦力活老是我来，吴良芳什么忙都没帮过。那吴良芳要在老爷身边做记录，换你行吗？哎呀，那陈轩也能帮忙吧？陈轩每日一诊，你可曾帮过忙？你小子翅膀越来越硬了，是不是？学会跟我讨价还价，一会儿验尸体我就让你来做。啊？啊什么？还不赶紧的！来福兄，您多多受累。哎呀，我搬。哎呀，快点！你就把这石头当成你的馒头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！
昌吉，昌吉，你怕死吗？杀人偿命，我已做好准备。只是，你又何苦呢？若非是我，你怎么会犯下这杀人的死罪？该杀则杀，死而无憾。我愿意与你共赴黄泉。为了一个无赖，赔上咱俩的性命，你觉得这样做值吗？那日，你在很多人面前故作薄情，把所有的罪都揽在自己身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，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一切。你遭死罪，我也绝不独留世间。你太傻了，昌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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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昌吉，兰兰，小梅，小梅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地方太冷了，我送了2件大氅来，给你们俩御御寒。刚才你们2个人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真的没想到，都大难临头了，你们还能为彼此这么着想。兰兰，你这次真的是找对人了，我为你开心啊！你们2个这么好，真的很让人羡慕。小梅，随遇而安吧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和范子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可倘若范子阳不是你想要找的那个人，我相信菩萨一定会为你安排那个执子之手、与子偕老的人到你身边的。这个道理，也是我再次遇上他才领悟到的。会有的，我相信会有的。兰兰，你说那个东西，要不要给小梅姑娘看看？怎么了？连杀人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这是我前几天在外面收到的一封信。你杀人这件事情，难道还有别人知道吗？这封信也太奇怪了，就这么几个字，他为什么不写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贴上去呢？看来这案子着实古怪。那西边确实有大石冢，可里边是空的。哎，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就是马坤这个流氓他没有死，他只是写了一封信给昌吉。这也难说，兴许那马坤真的死了，却被人移走了尸首，而此人正是有意对谢昌吉和庙会故弄玄虚。但这个人会是谁呢？我觉得你想的差不多了，大人。兰兰她跟我说过，她在出家前啊，有一个人拿重金500两去向她提亲，但她没有同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提亲的这个人就有可能移走尸体，并且弄这张条子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而且这个人啊，我们大家都还认识。谁呀？范家的大总管赵二虎。对，就是赵二虎。赵二虎只是范家的一个大总管，他哪来这么大一笔银子？这银子从何而来？这样，明天让姚三上赵二虎那儿去一趟，问问提亲这件事。另外，让庙会和昌吉回家。大人，您把他们2个人放了当然是好，不过张柱他对这件事情不依不饶的，我就担心您要这么把人放了，张柱他可能会出去胡说八道。是啊，大人，小梅说的有道理。虽然咱们没有找到马坤的尸首，可这案件
却是客观存在的。要这么把人给放了，我怕难堵这悠悠之口啊。放了怎么了？没有尸体，就不成案件。我管张柱他们怎么想呢？哎呀，大人，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我也没什么可考虑的。这个案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虽然我不知道凶手是谁，但我敢肯定，这个人就想借我们之手，惩罚他们二人，让他们两个分开。咱们凭什么让他得逞？所以，明天让庙会和昌吉各自回家，照样过日子。咱们静观其变。姚大捕头，找我有何贵干？赵总管确实料事如神，这次的确是找你。我也不用领你复命，就想问你，是否曾经向一位叫庙会的小师傅提过亲？我提醒你一句，庙会小师傅出家前名叫程兰了。没错，我是跟程家提过亲，但是被拒绝了，而且那也是1年前的事情了。怎么的？难道这件事情还要劳烦姚捕头大驾吗？提亲不违法，但是赵大总管一下拿500两银子的聘礼，这就令人费解。姚三，我不偷不抢，你管我下多少聘礼？赵总管，想想你1年的收入也就20-30两，500两，你就是20-30年也挣不到。姚三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因为你救了我，我才一忍再忍，可你却一逼再逼，针锋相对，步步紧逼。你什么意思？别给我扯远了，说，500两银子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我给的。老爷，二虎在我们府里辛苦多年，我范某看他至今还是孤身一人。遇到了相好的，我这个当主子的就想成全忠仆，这事儿不用官府过问吧？既然如此，赵总管应该早说嘛。范老爷，误会一场，还请多多包涵。二虎，老爷，那花官司与你无关吧？啊，当然没关系。无关就好啊。眼下这黄河治水的工程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可别给我节外生枝啊！老爷说的是，你放心。哎呀，这官府里需要有个内应啊，好给咱们开个方便之门呐。老爷说的是。老爷，要搁以往还行，可打郑板桥一上任，这县衙可是上下一心呢。百密也有一疏啊。我看这个吴良芳就是个人选。吴良芳？不妥吧，老爷？这吴良芳素来谨言慎行，而且他也没什么弱点。没弱点，咱们给他造个弱点不成吗？你想啊，他有一个嗜赌的父亲，这就不难寻找他的弱点了吧？哎，你说贾振作这帮子人也算争气，老洼地里种的菜还真是又鲜嫩又好吃。这还不是您所赐教啊，费姑。哎，只是种菜这么辛苦，他们还硬塞给咱们。是啊，我觉得不太好少爷，吧？您慢走，放心吧，店里有我呢。啊，怎么了，少爷？范子阳，
你还是男人吗？你怎么打我们家少爷啊？是男人吗？怎么的了？喂，王你爹娘把你养的人模狗样的啊！咋没教你好好的做人？没教你做人要讲义气、有担当。你干嘛骂我们少爷？我们少爷怎么了？范子阳，我告诉你，你爹捐银子治水、包工料、包工程，都是为了给你这个不讲义气的小兔崽子赎罪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男人呐！行了，你不是男人啊！行了，你说你别这样，你是男人吗？你说呀，啊？你不是男人，呸！小梅，哎，快走吧，小梅疯婆娘！少爷，别听那个疯婆娘说的话。事已至此，我还有什么资格把小梅给追回来？哎，来啊！哎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！来，哎，快了！哎，来，跟你呀啊！买定离手啊！开了，大！来，哎，来，快，压大压小啊！快，哎，快点啊！来！哎，大！这不是吴老爹吗？怎么着，你来上香啊？是啊，您可是个大忙人啊！哪里？哎，二爷，哟，您来的真巧啊！哟，吴老爹也在，来的太巧了，赶紧玩两把吧。我不赌。那哪行啊？难得吴老爹今天也来了，给大家个面子，玩两把吧。哎，不玩。哎呦，我就看看你。不赌。来，小赌怡情，捧个场啊！好，这就对了嘛。那就玩一把。来，吴老爹。哎，大还是小？这个，我呀大。您赢了！哎呀，吴老爹运气就是好啊！哎，给大爷来俩烧饼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压大压小啊，买定离手。来。二爷，我让你小子在家躲着，你却大摇大摆跑到街上来，你怕别人不知道你活着是吗？二爷，你看我弄成这样，我老娘都不认识我，没事儿。你小子给我记住了，你现在是个死人。二爷，在那荒郊野外的破地方，我闷都闷死了。闷啊？闷是吧？好。二爷，今天就要你知道什么叫痛快。二爷，我这就回去，成吗？二爷，你这是？那两个人听说放出来了，咱们之前做的事都算白搭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儿，那岂不是白死了？倒也未必。既然你下山了，啊，倒不如，只是我弄不懂，二爷为什么非要整治那小尼姑和谢长吉呀？不要多嘴我的事，还需要你跟我这指手画脚吗？不敢。做你的事儿，闲事少管，滚！是，二爷说的对，我马上去办。程兰兰，你宁愿出家，也不愿意嫁给我赵二虎，可你居然为了一个谢长吉破清规，这口气，我说什么也咽不下去。赵大人吩咐，已经跟河道署交涉过了，近日将送来10部铁扫帚。哎，你们聊什么呢？什么铁扫帚啊？既然是河道署发放的，当然是治理河里的淤沙啊。小梅啊，你知道这康熙元年，有一个治理河道的官员叫靳辅，他发明一种东西，铁扫帚。这个东西绑在船后面，船在前面走，扫帚就把船底的这些泥沙给掀起来，顺着水流冲入大海里，高明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他这个人也太聪明了吧，想出这么好的办法。哎，等这个扫帚到了，别忘了叫上我，我也想长长见识。小梅姑娘，这治沙工程浩大，到时候啊，你想不看都难呐。
大人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没什么事了，辛苦，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告辞。河道物料明谢，哇，大人，您这儿这么多名册，全部都是治水用的？那这个治水应该是个大工程，看起来还挺不简单的。哎，会则不难，难则不会。对于有些脑子不灵光的人来说吧，它就不简单。是，这些活啊，你要让我干，我肯定弄不好。万一我在中间弄错一个小数目，那可就闯大祸了。嘿嘿，你说这话还是蛮有自知之明的。但是如果我认真起来的话，我细心点儿，这些个活儿，我应该也能干。没错，你认真起来是真认真。我可真见识过了。前2天闹失恋是吧？那哭的那叫认真呐，那闹的那叫认真呐，惊天动地呀！好家伙，你可别再认真了。好了，大人，你就别再揭我的伤疤，哪壶不开提哪壶了。小梅啊，自从我们相识，你就跟这个范公子，你们2个人一波三折的，怎么样？现在总算有点结果了吧？早知道今天会这样，当初被人家退婚，就不应该再跟子阳纠缠了，也不会落得被范夫人拉出去游街，当众羞辱。哎，我觉得啊，不是什么坏事。你想，一个小女子，深深地爱着一个男人，为了这个男人可以抛弃自己的尊严，我觉得可歌可泣呀。大人，您就别损我了。不过大人，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，那天陪了我一整晚。要不是那天您陪我，我肯定会想不开的。谢我？不，没这个必要。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我是看你啊，又哭又闹，我怕你悬梁自尽。哎，咱们这个顶棚啊，这个年久失修，你知道吗？你往上这么一使劲儿，它万一掉下来，这房就塌了。哦，大人，您陪我一晚上，您是怕我把房子给您弄坏了呀？这是责任所在嘛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跟您开玩笑了。哎，大人，兰兰和昌吉，您真的就这么放他们回去了？那怎么办？没他们的事儿了，就放回去了。您把昌吉放回去没事儿，我是说兰兰啊，她一个弱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的，如果有人真的想要害她的话，那她现在岂不是很危险啊？我现在就等着想害她这个人出现。你放心吧，我既然敢把他们放回去，我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哦，大人，您要引蛇出洞。哎，大人，您给我讲讲，您准备怎么引蛇出洞啊？不是，小梅啊，这太晚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我不困啊，大人，您给我讲讲，我听听。不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，改天再讲，好吗？哎呀，大人，您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我真的不困。我困呐。哎呀，您再坚持一会儿嘛，您要不跟我说明白，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。对，好。说。郑大人叫我这么晚和昌吉来河边，有什么事呢？没想到是你马爷我吧？你马爷没有死，我告诉你，你马爷福大命大，有个路过的樵夫把你马爷给救了，才没被那些石块给压死。这次我来就是要把这笔血债讨回来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昌吉！是你这个畜生，你居然没死！你赶紧离开，否则我就……否则怎么样？否则还像上次一样杀了你马爷？
你小子有这个能耐吗？你这对狗男女，简直就是玷污佛门！你休得胡言！我今天就是活着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你伤害庙会一根汗毛。你就别要这条命了！来呀！我就喜欢你这样娇娇的小师傅。这个畜生！想死，马爷成全你！马坤，你个无耻败类，看我姚三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别以为你是官差，你马爷就怕你！长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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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兰兰，长吉，兰兰。刁民马坤，你调戏妇女，鱼肉乡民，罪不可赦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是他之前差点打死小的，小的咽不下这口气，才以牙还牙罢了。你调戏妇女，欲行不轨，本该受打。既然没死，就应该就此罢手，为何再次作案？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当时我确实差一点就一命呜呼了。这位兄弟，快醒醒！啊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幸好有一个樵夫路过，救了小的，否则小的已经是那西天的冤魂了。既然这对狗男女把我打死了，给埋了，小的就将计就计，又把石块堆了回去，假装已死，好吓唬这对狗男女。小的这么做，也只是想讨个公道罢了。还敢狡辩？若非你生性堕落，心存邪念，又怎会引起这场风波？大人，这臭小子和这小尼姑，他们胡天胡地的，破了这出家人的戒律，违反了佛门的清规，把他们应该沉到河底呀！大人，马坤啊，你胡说什么？啊，我这是堂堂的范县大衙呀，岂容你污言秽语，嚣张放肆，扰乱断案！来人，在！马坤，重责20。是。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哎呦，啊哈！大人，啊！哇！呀！啊！
大人，你断案不公，小的不服。哼，我怎么断案不公了？大人，他既然是出家人，就不应动七情六欲。他既然尘缘未了，你就不能怪我污言秽语啊！大人，其实我……你是假尼姑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假尼姑，大人，你不会是想偏袒他们，就在这儿瞎说一气吧？马坤呐，马坤，你这张嘴也太欠了。来人呐，在！大人，他说我胡说一气。大人，是我瞎说，我自己长嘴。我这案子还没审完呢，你怎么说我断案不公呢？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来人呐，在。带大悲庵住持圣元法师。是。贫尼圣元，叩见大人。圣元大师啊，烦劳您这么晚还跑一趟，您就把您与兰兰如何结缘给他说说听听。是大人。当时兰兰虽然曾请求我为她剃度，但是老身发现兰兰尘缘未了，所以只能让她以香客的身份挂单在大悲庵中。兰兰，这圣元法师所言可是事实啊？回大人，的确属实。为了逃避父亲不再逼婚，民女便假扮尼姑，擅自欺瞒众人，登名为庙会。为了报答住持师太的收留之恩，民女便在庵内打扫庭除，有时也到河边打水。马坤，听明白了吗？圣元法师，有劳了，就问您这几句话，您就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阿弥陀佛。为了他们俩的事儿，我跟吴典史还亲自去了一趟谢昌吉所住的村庄，是吧，吴典史？那日我与大人去谢家村庄问了问，这谢昌吉平时为人谦和，程兰兰秀外慧中，这二人确实是天生的一对。所以说，这程兰兰根本就不是出家人，这世上就没有庙会，只有程兰兰。你们两个呀，也真是生死冤家，情投意合，几经生死，走到现在，确实不易呀。我准许你们结为夫妇，但是要立马成亲，以防今后再惹是非。你们可愿意？谢大人，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大人，谢昌吉啊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我还给你算了一本账。这马坤虽然调戏妇女在前，他不对，你可以报官的，你不能将他置于死地呀。他一个大活人，你将他打得奄奄一息，扔在乱坟岗子里，万一他死了怎么办？你小子得背一辈子杀人之罪，你知不知道？大人，小的知错，小的鲁莽，小的甘愿受罚。谢昌吉，杀人未遂，险些酿成重祸，我重责你50，你可愿意？大人，小的知罪，小的服气。好。刁民马坤，平日里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，调戏妇女，杀人未遂，重责50。打！是，大人，还打呀？怎么了？你平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替乡亲们教训教训你，有什么不应该的？不服气啊？服气，服气。让他画押。
婉瑶，马坤不识字，那这封恐吓昌吉的信就不可能是马坤写的。我怀疑马坤背后一定有人指使，否则他不敢轻薄庙会。可是马坤这小子肉烂嘴不烂，非说是自己干的，没人指使。哦，对了，以前兰兰跟我说过，赵二虎曾经跟他提亲，他没有答应。会不会是他啊？